那个？严谨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刚才在1/3，严谨和程瑞敏打起来了，后来两个人气呼呼就走。程瑞敏，让他出去一下。你也出去。说吧。让我说啊，你先给我解释清楚，你跟严慎到底怎么回事？严慎为了阻止我查张国强的案子，故意拍了这些照片。我跟他之间应该什么都没发生。应该？我醒来之后就在酒店里了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都不记得了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叫一个女的给迷晕了，搞到床上，不可思议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严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？那你就可以趁火打劫了吗？你是男的，她是女的，人总摸了吧？说不定还偷摸亲了2口，谁吃亏啊？严慎他现在在哪？在检察院那边接受询问呢。谢谢啊。严谨到底在哪儿？他手机为什么打不通？赶紧趁热吃吧。来，我在问你问题，你能不能先回答我？我记得你最爱吃这家餐厅的菜啊，赶紧趁热吃吧。点都点了，别浪费了。咱们吃完再说，行吗？好了，我吃完了，说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家餐厅，你跟我比赛吃这个变态辣鸡翅，把自己辣哭的事吗？你就是性格太要强，明明自己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还非要往嘴里塞，这第2天就变成个香肠嘴了。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你挺可笑的。赵廷辉，我来也来了，菜我也吃了，你知道我出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只想知道严谨到底怎么了。有证据显示，6年前的孙佳玉被害案，严谨有嫌疑。严谨被程仁敏带回队里调查了。严慎这笔账，我先记，我回头找你算。让他进来吧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有关张国强的案子，都交代清楚了。我承认，是我花钱收买了张国强，让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的，也是我向律师沈立言提供了假口供，让他按照张国强是凶手的思路去打那场官司。我私下所做的事情，沈律师一概不知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了救我哥。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？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他知道，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这6年来，我跟你一样，认定杀害儿子的凶手就是张国强。直到我做卧底以前，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。
喂，喂，是严老板吗？是我，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。严老板，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，也难受吧？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，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，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。喂，所以你是想要隐瞒这件事情，才主动要求做卧底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确定神秘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是为了确认真相，才决定当卧底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二子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陈伟民，你给我听好，我没杀二子。这件事儿跟严谨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没错的话，燕神当年给严谨做了伪证，而且严谨知道这件事儿。不可能。小欧，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。你千万要慎重的考虑这段感情啊！你别说了，严谨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。除了电话以外，你跟那个神秘人还有没有过别的接触？太累了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态度怎么了？赵廷辉怀疑我也就算了，你是我大哥，你也怀疑我，还怪我态度不好。你赶紧好好交代，否则就别认我当哥。爱认不认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交代什么呀？行。哎，你说，这严谨跟程瑞民怎么会打起来呢？不会严谨犯什么事儿了吧？少八卦两句。对了，一会儿小欧回来，你可别问这事儿啊，他这会儿心肯定乱着呢。你只关心小欧心情好不好？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行了吧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他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现在咱们谁也不希望严谨出什么事儿，还因为这事儿生气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去看牛奶好了没有？谢谢啊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哎，这裙子好看啊。有点贵。这裙子有肚子没肚子穿上多好看，买了吧？算了吧，最近用钱的地方多啊。行了，2天送到。谢谢。哎，趁热喝吧。
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实情罢了。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？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，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查出了癌症，肠癌中晚期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，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。真的，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跟你分手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外调了。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，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，2次手术，3次放疗，真的，其实老天爷挺眷顾我的，我运气好，我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回到梨园之后，我又休息了大半年。我经常会去老街走走看看，每次路过似水流年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冲动，我想冲进去找你，我想告诉你事实，我想把你重新追回来。可是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，我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，我怕吓到你，所以我只能再等等。我想等我身体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我用我最好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展宇安，是我回来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，真的，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。你嘴里跟我说严谨有多么的混蛋，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已经爱上他了。小文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其实我真的挺后悔的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珍惜你呢？咱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每天给我做早餐、泡咖啡，我加班你就会等我，陪我去吃宵夜。你为了配合我工作，你什么都能忍，但我就总是能让你失望。小，真的，我真的后悔，我特别后悔，真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已经要结婚了，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还恨我吗？不恨了，因为早就不爱了。
头儿，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喝的？不用，这家伙拉练的时候在山里迷路2天都饿不死。行吧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没方向的风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有什么被掏空？我知道现在再告诉你当初分手的理由已经晚了，但是我是真心的。停在他离开的时空，留守未完结的残梦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太多话想说，却不知可以向谁说。世界已捂住了耳朵，要怎样解脱？这忧伤无处可躲，值得我承认曾经爱过。冯大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们刚才没什么吧？啊，没什么，快回去吧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却任凭心事哽住我咽喉，梦无所适从，思念无用，忍受反反复复的疼痛。是我错了吗？没有人给我解答，也许是注定的惩罚。可以忘了吗？当眼泪流过脸颊，是否能把冬天融化？在这一刻，我心头的那些结悄然解开了。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，和那些没有回报的真心付出，此时都化作了故事，成为了完整的记忆。明知没有理由，却任凭心事哽住我咽喉。干嘛呀？就算是嫌疑犯，也有吃饭喝水的权利，别回头告我们虐待你。忍受反反复复的疼痛。我不吃。你吃不吃都得交代。是我错了吗？没有人给我解答。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面就坨了。也许是注定的惩罚。可以忘了吗？就算为了小欧，我也得吃啊。是否能把冬天融化？怎么样？现在打算交代了吧？就是因为你那一句不负责任的话，我这儿还在滴血。等什么时候不疼了，咱们再说吧。好，我收回我之前的结论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可以了吧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说的那个神秘人，就是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
老黄，他叫黄发祥，已经被我们抓住了。据他交代，他之所以有邓坤的毒品配方，就是因为6年前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，当时张国强也在。围剿当天，他挫伤了张国强的鞋逃跑，摔晕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沟壑里。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，二子头部那一枪是你打的。他放屁！他诬陷我，那一枪不是我打的。行动当天我才得知，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，而我得到的任务，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。围剿开始以后，我作为狙击手，一直埋伏在高地。我是通过瞄准器才看到二子2户邓坤往制毒工厂东边跑的，所以我才跟了过去。现场，发现二子已经亮了身份，他正在和邓辉进行搏斗。站住！全部放下！把他给我抓了！别管我！放下！请放下！请给我放下！别管我！放下！不让你别管我！放下！全部离开这儿！等我醒过来以后，我就被告知二子已经牺牲了，而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杀害兄弟的嫌疑犯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老黄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诬陷你呢？我还想问他呢。他当时跟我说的可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见过老黄？这1、2句话，我也解释不清。幸亏今天坐在你面前的人是我。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了，更是咱哥俩的事儿。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我在这儿陪着你，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。来，累了，有点困，给我泡杯茶，金骏眉。给他来一杯。哎，你坐下，你泡的我可喝不惯，我只喝程副支队长亲手泡的茶。那我说你这没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等着啊，我给你泡。哦，对，这是6袋，你入库吧啊。哎，好嘞。昨晚没睡好啊？就是有点失眠。是赵廷辉说什么了吧？没有。昨天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这个赵廷辉啊，看来还是不死心啊。小欧，你别受赵廷辉影响。这个赵廷辉也真是的，他明知道你要结婚了，还死缠着你不放。
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严谨。严谨联络到了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赵廷辉说，严谨在6年前的案子里面做了假证。城南，我们已经搜索过了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看来这个分尸现场不是一般的隐蔽，凶手一定做过精心的安排。我会立刻向李局申请，立即在网上发布通缉令，并同时奖励能够给咱们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。气儿也消了，茶也喝了，咱们接着往下聊聊呗。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以后，我确实慌了。如果那个神秘人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二子的死另有隐情。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知道真凶是谁，或者说，他就是真凶。但让我更意外、更为担心的是，严慎跟沈丽妍很可能为了救我做了伪证。那个电话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一度很崩溃。我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接受神秘人的提议，冒险去趟卧底。所以我才会主动向你打听案情，毛遂自荐。在我成功接触到小美人以后，我一直都想找到那个神秘人，但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查案上。没想到，一晃到了年底，你出了事儿，我进了毒，神秘人音信全无。那段日子简直是暗无天日。就在我即将要放弃的时候，神秘电话又来了，他约我见面。你好，严总。是你？没想到吧，严总？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怎么我的事儿你都知道？当年呐，我是海叔手下的工人，警察围剿当天，逃跑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摔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刚好看见你和孙佳玉、邓坤持枪对峙的场面，还包括那个内鬼上前和邓坤交涉的一幕。出来吧。一只流浪猫而已。哦，说吧，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孙佳玉是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的。你如果想知道真凶是谁，那你就坚持到底，完成我们的约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？哎，6年前你的律师团里有你的妹妹吗？她现在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律师啊。
你这条船要是翻了，他恐怕也会跟着遭殃。当我听到“内鬼”2个字的时候，就跟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。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你之前为什么不交代清楚？当时你昏迷不醒，没人能够证实我卧底的身份。一旦我提起神秘人，势必会重启6年前案子的调查。在我还不能够确定老黄讲的话是真是假以前，我不想做多余的事儿，引起不必要的事端。如果掉入他的圈套，岂不是更麻烦？更何况，这个事儿牵扯到延伸，所以我就打算隐瞒。现在就凭老黄说谎，反咬我一口，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。可你前不久私下里给了王丽一大笔钱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确定是严慎收买了张国强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？其实我一直侥幸地以为，做伪证是沈立言主谋，严慎只是为了救我，一时冲动办了傻事儿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到律所去找严慎，我不小心碰到了王丽去骚扰严慎。王丽说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，其实啊，这一切都是严慎一个人的主意。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？一条人就值这几个钱？哎，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？我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这次想要多少？10万，不多，但是必须明天就拿到。其实我那天很挣扎，我在想，我是要把真相告诉你，还是继续的帮严慎隐瞒？那一晚我都没睡觉，然后我到银行提了现金，亲自去找王丽。一来是要我安抚她，二来我是要拿回所有对严慎不利的录音证据。你当时要是拿走了录音，你就是包庇做伪证，一样要判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可谁让她是我妹妹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不会内疚？你会不会愿意为她承担？我也承认，是我做错了。所有的处罚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的证词我都会如实转交给法院，至于怎么处理，等结果吧。严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他已经承认了花了50万收买了张国强，王丽也交了录音，应该会判3到5年。那王丽呢？她勒索严慎的事儿不追究啊？你放心吧，这些法院都会综合考虑，一定会酌情处理的。严慎真挺不容易。一个人就这么死扛着，什么都不说，到最后宁愿用这种方式求你，也不愿意跟我抱怨半个字儿。你说，是不是我这个当哥的太不称职了？张国强是被冤枉的，就证明孙家玉是严谨杀的。赵廷辉说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相信严谨会杀人。
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？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？我问他了，但他什么都不肯说。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证据能让赵廷辉那么笃定凶手就是严谨。小欧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啊，他是等着，严谨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好，这里是梨园刑侦支队啊，请问你是哪位？好，什么事？您说。你好，在哪个村？您说的详细一点，别着急。你好，什么颜色的垃圾桶？红色是吗？好，请您说详细一点。还有其他的标记吗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刑侦支队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您是在哪个小区啊？红旗小区是吧？赵支队，这些都是水珠的骨头，估计死了以后也要把它埋这儿了。头儿，西边发现了尸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可以让我走了吧？小欧联系不上我，都已经急坏了。收买张国强虽然是严慎所为，但到底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，目前还无法证明。至于你和老黄到底谁在撒谎，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甄别。行，如果时间到了，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与我有关，你就立刻放人，否则我一定会告你非法拘禁。头儿，这一悬赏线索是多了，可没一个靠谱的。咱想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是不是也不是个招啊？沉住气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而且我预感看，陈月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听说还在审，具体情况不清楚。你快点吃啊！吃完了再去趟禁毒支队，去打听下消息。明白。我先走了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好。哎，不是头儿，你又不买单啊？真不靠谱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里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。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